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如此说道。要说如今哪个国家的货币站在顶端，无疑是美元。但现在随着拜登政府持续大放水，各国也在抓紧迈出关键一步。中国抛售2206亿美债。如今美国背负的债务总额达到28.5万亿，高额的债务也引发了外界对美国是否会违约的猜测。据悉，美国曾经出台过一份有关暂停债务上限的协议，协议有效时间为2年，到期时间将在7月31日。也就是说，如果接下来不继续暂停债务上限，美国有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从全球各地借债。美国一直以来的方法都是通过发行新债偿还旧债，如果没有办法继续借债，意味着旧债很有可能也无法偿还，不排除出现违约的可能。其实早在此前，美国财政部便一直表示，有可能接下来会发行100年期的国债，如果没有办法保持一直对外借债，美国则会出现上述的情况。截止至目前，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已经连续上涨了3个月，5月份正式突破 5% 的大关，6月份已经达到 5.4%， 而2008年8月份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时，这一数据也不过 5.3%。按照美国目前估计，全年的 CPI 指数将达到 7.4%。受此影响，世界上将会有越来越多国家考虑抛售或者不购入美债，意味着美国无法从世界各国借钱。同时，美联储有可能要将漂浮在国际市场的美债购入，而美国的资金很快就会耗尽。对此，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此前曾表示，美国必须要在债务上限恢复之前选择提高或者继续暂停债务上限，不然美国不排除发生债务违约的情况，这有可能会造成金融危机爆发。其实，债务上限相当于美国根据实际经济情况认定可偿还的债务上限，如果达到或者超过这一上限，美国只能选择暂停发行国债，接下来财政缺口只能由税收来填补。也就是说，美国在7月31日债务上限生效前没有偿还债务，也就没有办法继续借钱。说到底，如今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关键在于美国到底有没有钱。截止至今年5月份，美国财政赤字已经达到 2.06 万亿美元，而拜登依旧没有停止大放水。自去年年初至今，美国的国债增加了 5.2 万亿，如果接下来不采取相应行动，2028年美国国债规模或将达到48万亿美元，预计可达到美国 GDP 规模的 250%。不过就目前美国的债务情况来看，即使美国继续发行国债在世界筹集更多资金，一些海外投资者也有可能不选择购买美国国债。以中国为例，2013年11月份，中国持有美债达到13167亿美元，但是今年4月份，中国手头上的美债规模已经降低到10961亿美元，相当于8年的时间过去，中国累计抛售了2206亿美债。如今美国已经走到了资不抵债的这一步，接下来如果没有办法解决庞大的债务问题，美国经济很有可能会崩溃。于是美国又将主意打到了中国身上。美国印太协调员坎贝尔日前表示，中美两国并非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和平共处，印太地区足够容下中美2大国。事实上，中国一直向美国强调，希望能够同美国构建稳定友好的外交关系，然而美国却不理不睬。如今美国突然态度发生转变，显然是有求于中国。众所周知，疫情发生后，中国迅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管控疫情，很快中国的生产活动已经稳步恢复。然而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的一塌糊涂，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即使美国一直启动印钞机，也没有办法挽救美国经济。因此，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像2008年一样购买更多的美债，这样美国就可以从中国这里拿更多的钱发展经济。美国想要求中国帮忙，自然要主动对中国放低姿态，所以美国在近段时间才会频繁寻求同中国对话。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是否还能将美国牢牢掌握住？拜登还能掌握住美国吗？如今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多名官员都希望能够同中国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对话，其中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对中国持以强硬的态度。然而如今却主动向中国寻求对话，可见美国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了。表面上美联储一直对外表示，
通胀只会持续较短的时间，不是长时间存在的问题。但是就特朗普和拜登在疫情期间的印钱规模来看，美国的通胀问题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当前除了让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债券之外，还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便是美国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启动加息等各种措施，从而减少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以达到遏制通胀的目的。但这意味着美国将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刺激经济，极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泡沫破灭，从而爆发金融危机。眼看国内已经危机四伏，各大盟友也已经自顾不暇，美国如今只能向中国求助。中国如今是全球制造业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国内有大量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因此只要中国愿意继续对美国加大商品出口，美国国内的供不应求问题便可以有所缓解，进而让更多美元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将通胀危机转嫁给中国。然而，如今的中国不再是2008年的中国，美国这一次打的如意算盘只能落空了。受全球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中国企业自6月份起拒绝向美国出口更多商品，甚至有部分企业选择减产。因为当前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即使在签订合同之后，原材料价格也有可能会继续上涨。也就是说，等到厂家将产品生产出来后，成本有可能已经超过出口的价格，有些中国企业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去接更多的订单，因此美国许多订单被中国企业拒绝。除此之外，随着中国服务业等各种行业发展起来，越来越多中国年轻劳动力不愿意进厂打工。即使美国短时间内无法看到从中国进口更多商品的希望，但是美国还是希望中国能够助美国一臂之力。或许美国如今还以为中国像2008年一样需要准备大量的外汇储备，但如果美国这样想，便是大错特错。2008年，中国愿意冒着输入性通胀的风险接手更多美债，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际需求。当时中国的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因此中国需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同其他国家进行结算。加上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波动也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最终综合考虑之下，中国选择购买更多美债。如今中国的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2，外汇储备完全充足，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中国都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扛着有可能会出现恶性通胀的危险接手美债。其实在今天已经不是中国没有美国不行了，而是美国没有中国不行了。中国如今一直都是以冷淡的态度应对美国各种对话请求，这是因为中国已经看清了美国丑陋的一面。中国当前想要帮助美国度过危机，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即使中国能力足够强大，可以应对这些风险，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轻易出手的帮助美国。一旦美国在中国帮助下实力有所恢复，美国势必会继续对中国进行打压。这一点在2008年已经验证过了。如果中国最终出于好心还是选择拉美国一把，中国国内也会面临着一定的威胁。美元作为国际通用货币，大部分国家的货币都同美元挂钩，这样一来，美国在印钱之后可以直接将钱花出去，同时也是将通胀危机转嫁给世界各国。中国选择帮助美国之后，将会扩大对美出口规模，意味着会有源源不断的美元流入中国市场，到时中国国内则会出现输入性通胀危机。如果中国不通过印发货币等各种方法主动让人民币贬值，那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会保持升值的状态。其他国家想要购买中国商品，则需要花更多的钱，这对中国出口企业来讲极其不利。如果中国一直跟随美国财政政策印发人民币，中国国内则会出现物价上涨，加重老百姓的生活压力。最终中国的努力反而成为了美国成功的垫脚石，中国自然不会选择这么做。美国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一局面，是因为美国一直都奉行唯利是图4个字。美国毫无限度的大放水，自然会导致出现通胀危机，这也就让美元霸权陷入了困局。美元霸权彻底陷入困局。美国在搞事情之后却不想承担责任，于是美国便将通胀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导致其他国家出现物价上涨等各种问题。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丑陋的一面，因此许多国家开始启动去美元化，其中俄罗斯是去美元化道路上一个典型的代表。
俄罗斯在不久前已经清空了手头上的美元资产，销售美元资产的同时，意味着外汇资产储备出现空缺，致使俄罗斯选择购入人民币资产。目前，人民币资产已经占据俄罗斯外汇资产的 30%。俄罗斯打响去美元化第一枪之后，世界各国开始采取抛售美债等各种方法规避风险。同时，还有许多国家陆续从美国运回存放在美国的黄金，大家大有要直接同美元脱钩的意思。对此，拜登头疼不已。虽然现在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办法彻底脱离美元，但是各国在被美国压榨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会联合起来揭竿起义，美元霸权势必会被世界各国瓦解。值得注意的是，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地位有所下降的同时，也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机会。如今有更多国家正在增持人民币资产，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来讲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大好机会。与此同时，中国还在陆续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日前，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带头指出美国国内存在的人权问题，呼吁联合国有关组织必须要对美国进行调查。在美国声称新冠病毒源头来自中国时，我国外交部多次提出，美国应该主动公布德特里克堡基地，同时接受国际组织调查。可见我国在舆论上已经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不断对美国发起冲击。在美国离开阿富汗时，塔利班发言人主动向中国示好，并且欢迎中国到阿富汗投资，可见中国在中东地区越来越受欢迎。同时，中国还在不断向其他国家援助疫苗。中国这些负责任的做法，也让中国的影响力有了一定的扩大。总而言之，如果美国没有采取真心实意的行动改善中美关系，接下来中国势必会继续出手反制华盛顿。拜登的中国路线怎么可能还行得通呢？拜登的中国路线行不通。7月17日当天，《经济学人》杂志指出，拜登认为中国会像美国一样称霸，所以必须要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中国实现这一目标。但是美国高估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同时也低估了盟友同中国合作的决心。如今拜登的中国路线已经彻底行不通了，这主要有以下3个错误。第一，美国误将没有称霸想法的中国当作竞争对手。中国已经多次对外重申，中国不会称霸，中国发展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会。加上中国的国防政策也决定了中国是以防御性为主，并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国家。但是美国却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美国地位构成威胁，因此中美两国无法共存。这样一来，美国也没有办法站在客观的角度上看待中国，而是一直强行给中国定罪。第二，美国对中国经济影响力较小。如今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3/4，不排除在1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1大经济体。然而美国却高估了自身实力，认为只要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就能够扼杀中国企业，但其实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中国的市场遍布世界各地。第三，美国接连打击中国只会损害美国盟友的利益。拜登在上台之后一直想要同各大盟友联合起来对抗中国，以为这样可以直接孤立中国，但是法德等多个国家已经否定了美国的想法。美国想要通过遏制中国企业发展，让更多制造业留在美国，从而获得更多就业岗位，解决失业危机。但美国想要对中国脱钩，是需要盟友付出一定代价的。美国在中美博弈中取胜之后，也不一定会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因此，法德等多个国家不愿意继续跟随美国胡作非为。正如希腊现代外交在线杂志所说，拜登的中国路线已经行不通了。如今美元陷入困局，绝不是中国所导致的。美国应该正视自身实际发展情况，通过增强实力继续巩固美元的地位，而不是将所有责任推卸给中国，妄图把危机转移到中国或是其他国家身上。希望美国能够明白这一点。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观看。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不要忘了点个关注再走，你们的关注是支持我们创作的动力。我上任6个月，美国经济增长近40年最快。7月20号是拜登总统就任整整6个月的日子。就在这前一天，拜登自信满满的在白宫发表讲话，他声称在这期间实现的美国经济增长率是近40年来的最高。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美元资产将会受损。从数据上看是非常漂亮的。拜登在讲话中表示，就业岗位每3天增加6万个，平均每个月超过60万个。
新的工作岗位一共增加300多万个，彻底实现了美国历史上的最快增长。除此之外，美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7%，这样的数据让美国成为了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在疫情之后经济复苏最快增长的国家，甚至比疫情前的经济增长还要更加强劲。现在的美国还做着一件全国各地都不常见的事情，给员工加薪。铺垫了这么多的伟绩，拜登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呼吁国会议员支持他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在21号启动关于基建的程序性投票。这个计划的具体有3项内容：第一，美国救助计划；第二，美国就业计划；第三，美国家庭计划。据拜登表示，这些计划和投资将会帮助美国重新建设美国的供应链，并且还可以缓解美国现在面临的生产压力，可谓是一箭双雕。拜登的计划如火如荼，看样子形势一片大好，但其中不免有一点自欺欺人的味道。要知道，美国的这些经济数据和繁荣景象都是无节制的印刷美元制造的泡沫。看到拜登还能在大庭广众夸赞自己，不由得想说一句：心态真好。因为疫情的影响，美国面临着严峻的疫情扩散，未能及时制止，因此在去年2月份至4月份期间陷入为期2个月的经济衰退。虽然这次的衰退持续时间短，但它的波及面积很广，造成的就业和生产下滑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消息的公布是由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完成的，它是研判美国经济衰退状况的权威机构。针对此次研究的结果，研究所公布了相关依据，主要就是通过就业、工业产出、实际个人收入以及实际产出和贸易量等指标确定经济拐点，通过衡量经济萎缩程度、时长和广度来认定美国经济是否进入衰退状态。美国经济于去年2月期间到达扩张顶峰后开始下滑，在4月期间降至最低谷，并在5月份时恢复扩张。但是该研究所并不能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期限，只能说明大概的月份。为了应对这一状况，美联储放手一搏，利用零利率加无限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让美元在短短2个月之内扩充2万多亿。如此激进的做法让不少的网友感叹，这很美国。但是这样的做法是否会让美元处于高位的世界性流通货币的地位下降，不再有信任度？探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个名词：蝴蝶效应。美联储故意放水，加大印刷量，会使美元的总量增加，同类产品数量一多，就会降低它的价值，美元也不例外。美元资产缩水，就会使得各个国家开始抛售美国国债，由此最终导致的恶果便是降低美元在国际上的地位，各国便开始加速去美元化的进程，而这势必会让美元资产受到损害，进而让美国背负更多的债务。美国巨额债务07。根据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国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8.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肯定是前无古人，但有没有可能后有来者还不太好说，毕竟现在美国国债太不稳定。现在的美国可谓是火烧屁股，28万亿的巨额债务即将到期，并且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曾发出警告称，虽然短期内发生财政危机的风险较低，但随着时间推移，风险也将不断累积。拜登实际上对这些事心知肚明，台面上虽然谈笑风生、自卖自夸，但私下里已经焦头烂额，因为他提出的应对美国巨额债务到期的办法都被否决了。可能是因为解决办法治标不治本，也有可能是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人都害怕了。当拜登提出想要用钱继续刺激的办法时，两党分别投出了反对票。拜登提出的2个办法，一是增税，这个方法共和党人表示坚决反对。第2个办法是发行国债，温和派民主党人又觉得不妥。这样一来，没有解决办法，就只能等待到期之日的到来。说起来，拜登也是做人难，做总统更难。一时半会儿确实拿不出一个又能解决问题，又能促进财政平衡，同时还能让国会满意的方案。事情发展到现在，可能早就有迹可循。从2020年疫情泛滥，美国没能成功抵御的那一刻开始，事情就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了。疫情使美国的经济活动一度停滞，为了应对国家的经济复苏，又采取了大量印钞的方式。美元过剩，价值贬值，美债再也不是国家市场都想分一块的美味蛋糕了。
主力是否会大量抛售美债？答案是肯定的。木已成舟，为了保存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让国家利益受损，各个国家对美债纷纷进行抛售，去美元化已经成为了各国不约而同的行动。在海外，美国的主要债主是中国和日本。作为美国最大的美债海外持有国，在最近的18个月里，日本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美元的抛售了。随着第8次的抛售完成，日本美债持有量由4月份的 1.277 万亿美元减持至 1.266 万亿美元。从2017年5月起，中国一直是美债最大的国外持有国，直到2019年6月，日本超越中国，成为了美债持仓规模最大的海外国 1.122 万亿美元。这个位子刚刚坐满了1个月，日本就开始进行美债的抛售，可见从那时起，美债就已经不是香饽饽了。作为美债第2大海外持有国的中国也不例外，到今年4月份持有 1.096 万亿美元美债，到了5月份降至 1.078 万亿美元美债。根据7月17日公布的数据来计算，两个国家共抛售美债290亿美元。美国5月份长期资本由净流入骤降至净流出，这意味着外国人至少连续2个月是净卖出美股。美债的2大债主已经相继抛售，其他国家也在逐步抛售。俄罗斯、爱尔兰、卢森堡、巴西、沙特、德国等国家的美债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以上提到的国家都是在逐步抛售，但是有一个国家可以说是非常不给美国面子，在美元贬值后直接抛售了所有的美债，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俄罗斯不仅几乎抛空了所有美债，还做出了一系列动作，将该国福利基金中美元的占比率降至 0%， 甚至还有消息称俄罗斯将会放弃以美元结算的石油合约。这样的行动不难看出俄罗斯这位老大哥一马当先，对去美元化这件事情非常的执着。在各个国家的努力下，到今年的5月份，美国创下了不光彩的历史记录。25年以来，在各国外币储量中，美元所占比例下跌至最低，降至 59.54%。照这样的情况下去，以后的形势便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加入到去美元化的行列中来，哪怕是美国的好老弟日本。抛售美债只是结果，我们更应从这个事件中看清其背后的真因。这既是疫情期间的应对不足、复苏乏力，也是为了盲目的追求经济快速复苏，用增加美元数量降低美元质量所应该承担的恶果。但是总喜欢用未来解决现在问题的美国，不知道这回是否还能全身而退。毕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很是担忧，面对7月31日就将到期的美国国债，他认为会在8月爆发一场新的债务危机，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此，耶伦恳请在当前的债务上限暂停于7月31日告终之前，提高或暂停美国的债务上限。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耶伦的警告和恳求是叫不醒装聋的拜登的。如果美国的债务到期，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呢？美国的债务达到上限后，美国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海外投资者和外国政府偿还部分债务。但是就目前美国的财力来说，无力偿还或已成事实。到时候不仅是美国，所有的美债持有者也将会受到影响。美国目前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 2.06 万亿美元，如果还不上部分债务，美国的信用将会大打折扣，也借不到更多的钱。这也就是说，一旦还不上，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债有关系的国家都会再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其实这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遇到债务危机了。早在2019年时，美国就曾经以暂停本国的债务上限的方法，缓解了美国国债方面的危机，使得美债市场重新恢复平静。而这实际上也是耶伦提出解决办法的依据。但是美国相关职能部门到8月时就会休会，无法批准暂停债务上限的指令，因此耶伦希望在7月31日前获得批准。很可惜，现在的美国政府无暇顾及耶伦的提议，因为内部正在为基建计划的资金来源争论不休。两件事情看似毫无联系，但是暂停债务上限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再次放肆的印钞票、发国债，为计划中投资基建的费用做支持。美元在未来几年将出现重大调整，可能会下跌 35%。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曾如此预测。很多投资者普遍认为，美元的跌势仍将延续，问题只在于跌多跌少、跌多快而已。
目前，伊朗、德国、法国等多国已经开始开展其他方式的结算交易方式，考虑到美元的影响力，不得不想办法自保。中国利用减持美债，推广数字货币来打破沉默，发出新信号。在这个进程中，对于中国来说，可能会在美债手足无措的过程中创造出新可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观看。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不要忘了点个关注再走，你们的关注是支持我们创作的动力。让老美重新伟大，口号是很响，但可惜的是，老美在选总统这件事上可谓是遇人不淑。特朗普的做事风格让老美失去了全世界的信任，更丢掉了信誉，而被西方国家寄予厚望的老美新任总统拜登，却也没有做出什么好的政绩，而且一印钱就是几万亿美元，说发就发。于是我们看到世界通胀，老美同样在美元洪水的冲刷下，通胀情况屡次爆表。在对付俄的意识上，拜登同样喜欢宏伟的计划，但忙活了一通，什么都没干成，反倒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俄手中碰了一鼻子灰，自讨苦吃。这也令满怀希望的盟友们似乎看到了老美运气将尽。老美的实力可谓是每况愈下，进行大国竞争，这样的行为也惹到欧洲盟友失去信任，挑唆乌克兰与俄国发生冲突。特朗普不断把老美推向了全世界的对立面。拜登上台后，积极修复与盟友之间的关系，重新赢取其信任。在与我国的问题上，原以为会出现缓和，在未来双方关系将会有更多的可能性，结果拜登一意孤行，继续前任总统的对我国政策。面对伊朗这块硬骨头，似乎也是力不从心。伊朗大选难以掌握，伊核问题谈判陷入僵局，国内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疫情带来的经济重创，拜登用印钱的方式来缓解老美的压力，结果导致通货膨胀加剧，这更让老美的盟友们对此失去信心。与老美有过节的伊朗与老美摊牌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远离老美。老美会成为众矢之的吗？老美除了进行贸易战、推行全球化战略以外，在政治上用印太战略等多个手段，企图制衡我国。而俄国方面更是如此，除了经济上的制裁外，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方面也在持续冲突。现在看来，俄与老美之间的矛盾是不会立马消解的。而在对付俄的计策上，拜登更是喜欢宏伟的布局，而没有一步一个脚印。老美最后自食恶果，也丝毫不奇怪。这让本来不少支持老美的西方势力也看到老美的衰落。本以为拜登上台，或许会给紧张的俄美关系降温，未来还有很多合作的空间和可能性。伊方那边伊核协定恢复问题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由俄和欧盟出面帮着调和。只要拜登表现出善意，相信老美不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可为何半年多过去了，双方还是没有达成协议，一向老美摊牌。新总统莱西上任前协议不谈了，而德国更是向老美划出了红线。伊朗的核问题始终是美伊两国绕不开的话题，只要伊核问题不解决，那么老美对伊朗的制裁将永远不会解除。而伊方国内的党派也就核问题产生了分歧，一类是改革派，而另一类则是保守派。保守派主张继续研发核武器，与老美斗争到底，而改革派则主张与老美谈判，以此让老美撤销制裁。另外，保守派内部也分为了对美强硬派和对美温和派，两者之间的此消彼长，都是随着老美对伊朗政策而变。奥巴马时期，老美主动与伊朗进行核谈判，并且相关问题也达成了统一。面对老美这种态度，伊国内的温和派逐渐占据上风。但是特朗普上任之后呢，推行了一系列举措，让伊朗上层和下层都对老美产生了巨大的不满。伊朗的强硬派也因此占据了上风。特朗普是坚定的老美优先奉行者，对外推行单边主义，对内他看来不符合老美优先的政策，一律推翻。特朗普认为伊核协议是老美的一次妥协，要求对伊方实行强硬态度，因此先后退出了伊朗核谈判，单边撕毁协议，并且重启对伊朗的各项制裁。这个举措对于伊朗来说是一次失信行为，同时也是对伊方的一次挑衅。现在的情况是拜登当局提出要求，同时还要在地区冲突导弹研发上进一步添加新的条款，彻底限制住伊朗。不止如此，还有一个至今并没有得到美伊两国官方验证的消息，那就是老美想要伊朗放弃去美元化，尤其是在中伊人民币、数字人民币石油结算上，伊朗得做出一定的妥协让步。对于伊朗来说，老美是想要慢慢耗尽伊朗的国力和潜力，因此一方面也予以了强烈的反对，坚决反对老美的相关要求。在这个背景之下，伊朗强硬派逐渐抬头，让特朗普感受到了威胁。因此老美军方出了一个馊主意，那就是暗杀伊朗的苏莱曼尼将军。他是伊朗鹰派的著名人物，同时也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精神图腾，政治地位极高，在伊方对我国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刺杀苏莱曼尼看似是为老美的大患，但实际上，这种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却引起了伊朗国内上层与下层民众的极端愤怒。刺杀国内政坛高级将领的行为，不仅没有让伊国内形势发生动荡，反倒更加激发伊朗人对抗老美的决心。伴随着老美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开始收缩中东战略防线，老美已经降到了近几十年的低谷期。中东各国早就对老美心怀不满，差的只是一个机会。伊朗或许就是中东各国等待的一个契机。原本拜登当局别太过分，不要试图再对伊朗狮子大开口，今天添加这个条款，明天又要多了那个额外的要求，这样折腾下来，伊朗的耐心也折腾光了。但如今拜登当局硬生生的将伊核协议恢复这张机会牌给打烂了，而中东各国也彻底对老美失望了。但老美和伊方的矛盾远不止于此，伊方寻求在中东地区扩大势力，并且团结什叶派国家，而老美希望看到一个分裂的中东，好借此继续从中渔利，继续让中东的石油对石油美元服务。因此老美绝不会放弃打压伊方，两国未来的关系仍会是非常紧张。如今德国也正式向老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本月14号，默克尔开始任期内最后一次访问老美。疫情期间，默克尔的活动非常谨慎，最近只是去了布鲁塞尔，以及出席 G7 峰会。在9月的日期结束之前，默克尔将少数的出国访问的机会留给了华盛顿。不久后，两国领导人召开了发布会，就疫情、天然气、贸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发布会上强调，德美在疫苗知识产权、临时赦免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据消息称，老美的一些团体写联名信，敦促拜登对默克尔施压，以支持疫苗专利豁免。但是拜登非常清楚，德与老美的关系非常的重要。特朗普执政时期导致德美两国的关系陷入了低谷。特朗普曾多次攻击德国，甚至还多次抨击默克尔本人。默克尔此次访问老美，只是为了给拜登画一条红线，因为德国很快会在接下来进行换届，而默克尔为的就是警告拜登，别在那个时候对德国下手。老美只要敢去制裁北溪2项目，德国也将不留情面的反击。但是有一些猜测却认为，默克尔此次访问老美，为的是在欧美之间的能源合作以及关税谈判之间做出妥协。也有媒体人认为，默克尔就是为了向拜登摊牌，让拜登别在接下来德国的事情上过度干涉。也有人认为是因为去年白俄国大选后的游行，到吉尔吉斯斯坦的暴乱，后来格鲁吉亚国内的示威，以及委内瑞拉、海地、古巴等多个国家的混乱，似乎都和老美的小动作有关。默克尔其实为的就是警告拜登，别在该国身上使用同样的手段。其实原本德国对拜登上台充满着期待，但是如今带给他们的结果却恰恰相反。这个时候的法国也坐不住了。7月13日，法国跟媒体巨头谷歌公司开出了一张巨额罚单，以恶意扰乱法国市场名义处罚谷歌，缴纳5亿欧元罚款。此前，法国曾警告谷歌别太过分，背后潜台词就是法国退一步，谷歌也要主动让出一点利益，大家私下把补偿谈妥。毕竟，谷歌在法国更像是一家垄断企业，借助庞大的体量碾压其他竞争对手，但是大部分税收竟然要交给老美，这使日子过得拮据的法国如何能接受？可问题是谷歌不在意，还试图串联苹果、脸书等老美公司，公然与法国等欧洲国家对峙。你敢收费，我就敢把这部分费用分摊到用户身上，让不得不使用他们 APP 的欧洲各国无比愤怒。现今法国忍无可忍，开出天价罚单，无异于正式向老美互联网公司下了挑战书。这一度令欧洲各国咬牙切齿。如今法国直接开罚单，也掀起了法国对老美互联网巨头之间的争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老美和法国的紧张关系将会持续升温，这也让本来坚定不移站到老美身后的法国对老美失去了信任。这次的巨额罚单一旦形成，那么相信法国政府还将会对老美在法的其他互联网公司采取这一措施。很显然，老美并不会给法国机会，但就目前来看，美法的关系已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会追溯到几个月前。就在前不久，德法两国领导人就与我国领导人进行视频会议，德法两国表示坚决支持，并呼吁重启中欧投资协定。而这一切是发生在拜登在参与了 G7 峰会、北约峰会以及访问欧洲之后发生的。这已经可以明确地表明，老美并不是一个可以绝对信任的盟友。老美之所以失去了往日的威信，是其盲目自信的结果。老美近些年已经习惯了顺风顺水的生活，不过这也代表着欧洲各国已经逐渐对老美失去了信心，转而开始信任我国，并且有意去修复欧洲和我国之间的关系。那到底拜登为何频频出错牌呢？这是因为老美多年来习惯了霸权带来的便利，使得老美无论说什么，其他国家也不敢表示出半分的异议。但是老美如今在这个多极化趋势的时代，已经慢慢失去了绝对的话语权，
当然也和拜登年迈、频频出错有关。如果老美再继续执迷不悟，只会陷入更加复杂的境地。老美在世界兴风作浪，自以为自己的综合国力强盛，而到处施压。现在不仅敌人对老美支起了武器，连盟友也冲突频发剧烈。老美在世界搞霸权主义，本就不得人心，其地位将会越来越不牢固。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那本次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感谢您的观看，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不要忘了